张开这样，一般像你这样做的，一般像你这样做的，一般人张开手指头是从这个地方张，是从这边张嘛，是不是这样子？这是它的梢，这是它的梢。可是你看哦，我的手是这样子，当我这样张开的时候，这边是不是变小了？因为我这个力量往外嘛，这个力量就往内，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它们分开了，它往这走，它往那走。你看我再开，它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练习什么？你要练习由这边来分开。我这个手指头分开，我要从这边分开。你看，我从这边分开，能听懂吗？我这样分开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你说啊？好处是这两根手指头它是连在一起的。跟它啊？相对。对，它中间可以相连，它们这个地方可以相连，这边被撑开了嘛？所以你看，当我这样开的时候，这两根手指头是不是都很有力？都很有力嘛？它们从这边相连了，所以这两个的，它们是在一个力量上面的。可是我这样的时候呢，这边没有相连，这边是松的，所以它们是各自分开的。这样不懂？啊，我们用腿也是一样，我们用腿腿跟身体要相连嘛，不能这个腿是这个腿，这个腿是这个腿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要把它连在一起，力量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不能用这边，我们不能用这边，我们要用这边，我们要用腿从这边用，而且我操控这边是不是就可以操控这两个？因为它比较大嘛，是不是？它比较大，它比较强嘛，所以我操控这边就可以操控它们嘛。可是你操控这边，你不能操控它们啊，听不懂？哎，所以我要真的操控我的手跟脚。你看你看我动这边，他们是不是都动了？可是我动这边，他们不一定动啊，听不懂？啊，所以这是一个练习，就是由根去带梢，由根去带梢。啊，以后能根带梢了以后，再练习由梢来带根。那你先练习会用你的根，听不懂？啊，这条腿要动，要走路要动，用根来动，用根来动。当你用根在动，你的根放正了以后，你的膝盖跟脚它就正的。你看我的这个放正的话，我这个出来的时候，你看我的膝盖跟脚它是不是正的，朝前面的，是不是？我的这个地方如果是这样子的，你看我的根如果是这样子的，它出来它是不是斜的？所以我要调整这个，我要从哪调？我要从这边调嘛，把它放正嘛。你看把它放正，它是不是就正了？可是你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呢？你如果是这边的时候呢？你这边的时候，你看很多人腿变成这个样子嘛。三个关节在三个方向，三个方向，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方向在这边，这个朝那边，这个朝那边，是不是这样子？那你用梢来调根就很难了，因为它是孙子嘛，这是爷爷，那是爸爸，那是孙子，是不是？啊，所以去练习这个使用根啊。什么时候才用上？当你的关节能够相通的时候，用梢启动。用的时候才用梢启动，快，省力。一的意思啊，对。我跟你们讲一下用梢哈。Hello， 我在群组分享了一个大师，他分享那个肖邦的钢琴弹奏法，他好几集，他从坐姿弹起，因为肖邦的钢琴弹奏法跟别的是不一样的。
肖邦是170几公分，然后只有46公斤，所以他没什么肌肉，他很瘦小，啊，身体也不是很强壮，所以肖邦的弹奏，肖邦也是很好的一个钢琴家，除了作曲家以外，他是一个很好的钢琴家，所以他发展出来的钢琴弹奏法是一种省力的方法。他的坐姿是什么？它里面讲很多了，可是我跟你们讲，他的坐正、放松，力量沉到脚底，力量沉到脚底，手开，人坐正，手开，能够照顾到最远处两边，而不要去弯腰，不要去改变姿态去，所以你的姿势就是正的。然后他弹钢琴，他说用什么弹？用骨头弹，用骨头弹钢琴。所以他弹钢琴是自然放下。你看他弹很多时候，他的这个手这个是自然下垂的，看起来他的上臂都是贴勒的。他很少这样子撑着，他就是这样子放的，他就这样放着。然后呢，用指尖带领。他特别讲到，你用指尖，然后后面就连贯下来了。他发现的这些他的弹奏法，跟我们讲我八卦拳我教你们练的东西，跟内家拳的东西完全一样。就我刚才讲的什么，这是弱者法则，弱者发展出来的方法。所以教肖邦的老师都说，这个方法你只能用到肖邦的曲子。所以肖邦的曲子它很什么？它很优美，它很优美。可是你弹那种，比方什么那个贝多芬呐，或者俄罗斯的、德国的作曲家，他梆梆梆那种就是另外一种所以你们去看，因为它全都是英文的听的我大概只能听懂70%-80%可是你会发现到他从他那个身体状态，他发展出来的很多东西，所以我讲嘛，我说技术是发展出来的。一个强壮的人不可能发展出这样的技术来，因为他不是强壮的人，所以他就发展出这种技术来。而你以后弹肖邦一定要用他的这个方式弹，否则就像我刚才讲的，你打女生的拳，你打太极拳，你用那个少林拳的方式打，那就错了，听不懂所以他谈到很多这种身体的运作他在谈的时候，到后来人家只看到什么？只看到他的手指在动他不会说像现在的这种高抬指下去或者这种没有，他就是这样子的，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们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不一定很多东西我们不一定是我是弹钢琴我才要看，不是的。我看很多这种，我在学爵士鼓嘛，也有时候看一些爵士鼓的，或者人家讲的弹吉他的，或者很多其他的。我们学一个东西，当慢慢有心得了以后除了纵向的学习之外，比方讲你们学武术我就是纵向的学习，学这个武术那个武术，从开始一直到深入到这。你如果只有纵向的学习的时候，你的视野跟经验会越来越缩小。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变得技术很好，可是你不会什么？你不会悟，你不可能悟的。一个人要悟，他不可能在一个这种的状态下面，精神跟视野这种状态下悟，他是在这种状态之下。然后他什么？他有一个横向的
联系，横向的联系。我是练拳的，我研究的是什么？我研究的是活动，身体的活动跟力量的流动。所以当我看到云在走的时候，马上联想是什么？就武术里面的东西跟它相关性。我发现树在摇晃的时候，我发现所有在动态的东西我都会横向去联系到我的武术里面的这个相关的要领，不是故意去联系哦，而是你自然会联系到。你要有这种情况下，就我说的写书法的嘛，而不是说，这个笔画如比方讲什么屋漏痕啊，就是那个房屋啊，那个水渍啊从上往下流，他是写书法的，他看到那个东西，他怎么会联想到他的书法？他就是自然联想到了，晓得吗？这是横向的。你有横向的涉猎跟横向这种相关性的领悟的时候，你才会悟。你垂直的已经限缩了到一个程度，很紧了。你要有一个横向的东西帮助你这个开，帮助你这个开。为什么会开？为什么跟它有关系？因为我们限缩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得到的东西呀，它是一个普遍性的道理。我们不讲真理好了，其实它是一个普遍性的道理的。你会发现到，原来武术里面这个东西它不是武术的，它是普遍的表现在各种不同的艺术、不同的技术、不同的领域里面都有的，而我可以看得到，晓得吗？这个时候你就容易悟了，由紧到一个东西帮助你，忽然之间啪一个开了。所以练习要有一段时间，比方讲我们刻苦的话，比方讲前2年3年，你要走这个路子，你要走专一到一个程度了，到一个程度了，不要练了。我常常跟一些练得很刻苦的朋友讲，你不要练了，你停个半年。停1年，去学点其他的东西，然后学个乐器，学个其他东西，不要练拳了。你一定要有这个样子，你那个花多少年时间钻进去的东西，它才会开，晓得吗？否则很多人舍不得的。我钻那么久了，我钻这个东西这么久了，我再花时间钻下去，我一定会突破。不会的，不会，你一定要放掉，然后去散步，去旅游也可以，我的建议你就去学个乐器，晓得吗？我们的学习一定要有横向的启发。直线的学习不会有启发，不会有让我们开悟的启发。所以你看禅宗里面的很多禅宗里面很多都是什么钻研，到后师父跟他讲一个毫不相关的事情，是不是？毫不相关的，或者一个东西掉地上了，他突然悟了，是吗？那个东西是什么？开悟跟那个东西没关系啊，而是那个东西把他缩紧的那个专业东西啪一下开了。让他的头脑横向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把他那个开了。所以你们练习的过程当中要多注意这个，但你不能说我一开始我就去横向的很多，横向的很多你无法悟，因为什么？你找不到他们的那个关联性。所以我说，胡适讲做学问又要广博又要深嘛，要有深广博来滋养那个深。如果是广博，你不可能深；
广博不可能生，是你要生了以后，你慢慢广博的东西，你这个生的里面是你的变成你的主轴了，你的主轴。当你有一个主轴的时候，你看任何东西，你学任何东西，你都会什么？都会回到你的那些东西，都会回到你的主轴来。为什么西方音乐家或者西方的画家，当他们去学那些原住民的音乐，或者你看那个谁，印象派到海岛去学那个南美的那种画风，到日本去学日本的画风，可以增加他们的丰富性。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的核心很强。所以外国人到东方，那些真的他们来学，他们是带着自己的很强的核心来学的。所以他们学什么？他们学的东西是你要能增加我的，它可以跟我的核心产生共鸣，这个东西对我是有帮助的。不能产生共鸣的，他不要。这是他们能发展快速的原因之一，他们的核心很强，核心没有丢。可是我们如果没有核心，你核心很弱，你到美国去受到美国这个的影响，你到欧洲去受到那个影响，你到巴西去又受到那个音乐的影响，你到印度又受到那个影响，你完蛋了，你四分五裂，你没有核心啊。这就是中国文化或者东方这100-200年来失去民族自信、失掉自己核心这么久，建立不起来自己真正的文化，或者出那个大师，没有。什么原因？核心没有了。从很多地方都看到，电影艺术、音乐艺术、绘画艺术、哲学领域，所有的领域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啊，晓得吗？所以现在很多人出国旅游啊，我太太家人也是很喜欢出国旅游，有时候没办法就要跟他们跑出去，我花钱嘛。我跟我太太分的，她有些她花，有些我花，吃饭通通是我了，吃饭通通是我，车钱通通是我，反正我要出去，我就是做这样的工作嘛。可是对我来讲，我问他们嘛，你去跑那么多地方，请问你要看什么？你要看什么？有的人花100多万去环游世界，请问你要看什么？回来以后你就多了很多的照片，你还是你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一个核心。你如果是学建筑的，你的环球、你的旅游就会去找那些有建筑特色的建筑的地方，你去看的是建筑，是不是这样子？来丰富你的原来的核心嘛？是不是？你学音乐的，你去拜访不同的地方的音乐，所以你的旅游行程就是不一样，是根据什么？根据你的核心来定的，而不是乱跑。这种旅游才有意义，是不是？很多人一放假存了一点钱，没事就跑日本。我很多朋友这样子啊。我说你跑日本那么多次啊，你到底看了什么？你学到什么？哎呀，他们那边很干净啊，很有秩序啊，很规。对你有什么用？没有用。对你的本质，对你的核心，你没核心嘛？你没核心啊。如果你是做什么服务业的，你是做服务业的，或许可以，我就去看他们的服务业，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很有秩序，弄得很干净，他们的规则，那你回来就有帮助啊。你带着一个自己的核心去的，你就可以学到丰富你的核心嘛。所以建立自己的核心是最重要的，否则你看世界都没用。世界再丰富，世界再大，对我们都没用，晓得吗？不会增加，不会让我们自己变得更丰富。所以建立自己的
我们是三观嘛，是不是建立起来那个核心？我们才有什么？你有核心的横向的任何不相关的东西，你都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你都可以把它联系起来。我在学钢琴，学到现在，我学了2年多3年嘛，我慢慢可以什么？慢慢可以，哎，我武术里面学的东西跟它相连了，晓得吗？心得可以互换。我不是要学了去表演，不要晋级，不是的，这样子对我就有帮助了。我学这个东西对我就有益了，听不懂？所以你们要去及早的建立自己的核心以技术为主的也可以，以你的专业为主的也可以，以你的兴趣为主的也可以，反正你就先建立一个，听不懂？你才有一个根嘛，你那个根小没有关系，你先有一个根，然后慢慢这个根变大。晓得吗？你学一个最粗浅的、最浅的东西，可是任何一个浅的东西，它都会有周边的学问嘛，都会跟周边相关嘛，都有周边相关的一些学问嘛。你会根据这个小的根，关联到它的周边，然后变大了嘛，然后又关联到周边，又变大了嘛，晓得吗？慢慢你的根就变大了。这个是要去建立的，那你们练八卦拳、太极拳，我在教武术，我注重的也是这个，就建立你们的根，建立你们的根。你怎么看武术？怎么看文化里面的这个东西？怎么看一个事情？它就是一个根嘛，它就是你的核心嘛，是不是这样子？开始会有一点固执，开始在这个阶段会有一点固执，可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不要停留在这边。我们不停留在固执，当我固执，可是我不拒绝往外看，晓得吗？我不拒绝其他的东西，慢慢你的固执就松开，那个固执是很紧的嘛，紧表示什么？表示扎实嘛。慢慢放开了以后，它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根了，看不懂？那个小孩子要从小建立根。以前的孩子从会念会讲话就开始建立那个根了，好吗？但不能固执，或者说儒家式社会到后来就变成太过固执了，就有害了，好吗？所以儒走要到道家去，让道家来把儒家的东西混一下，然后你再合起来，你再走。这是我自己的经验的一个路了你们自己去试试看，不管好坏，你自己建立一个根是绝对没有错，绝对没错的。从你的兴趣所在开始，开始，不管什么兴趣，集邮也可以，收集火柴盒也可以，你收集什么宝什么梦那个娃娃也可以，但是最好是选择一个有长远价值的来当根。你不要去搞一个东西，你有兴趣了，搞几年它没市场了，它没有了，所以要建立一个它能够长久发展的，能够长成一棵大树的根。好，
好，再试试看，我们要来复习一下那个推